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我打开了手机，通信列表里就只有爱丽丝一个人。爱丽丝小姐，能问一个问题吗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脱离半神间的对抗？2个办法。真的有办法？能具体说说吗？第一个办法很简单，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？努力的参加对战，把积分提升上去，将眷属等级提升到100级，就有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努力参加对战，还提升到100级。我的目标就是脱离对战，摆脱那种和熟人对战的可能。结果实现路径竟然是努力参加对战。那第2个办法呢？第2个办法没有操作性，简单的来说，首先你要是一个虚数世界的土著，其次在没有半神的引导下觉醒，最后没有被半神招募，自主参加一些觉醒者组成的组织，这样天然就可以不用参加半神间的对战了，就像是我这样。如果转生到土着世界呢？比如我投胎到土着世界，然后借此脱身呢？想多了，这里的必要条件就是没有被半神招募，如果已经被招募的话，灵魂上就会被打上该半神的印记，哪怕死亡也无法更改，这种印记只有半神级别的存在才能抹去，只有提升到了100级之后，你才能获得改变命运的资格，在此之前，你就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叶子而已，只要不提升到100级，无法获得那个机会，终究会有一天被浪花打翻，永世不得翻身。那个机会到底是什么？很抱歉，现在我还不能说，因为没有到达那个阶段，知道了反而对你有害。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提前告诉你，那就是现在想要做什么，尽管去做。等到了那个机会，获得了改变命运的契机，一切都将会被改变。那些你之前所做过的错事，都能被抹去、被修改，一切意难平都将被改写。所以在那之前，不要害怕犯错，也不要担心会留下麻烦和遗憾，因为到了那个时候，一切问题都将不是问题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还真要努力提升等级了。我倒要看看提升到100级之后，那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到底是什么。指挥官发现有敌人准备偷袭。偷袭？我一愣，连忙将手机收了起来，扑到了3D 地图前。偷袭者在什么方位？是从那个海港出来的吗？偷袭者是从后面靠近的，并非来自军港方向，对方是一艘潜艇，正在水下。小爱同学将3D 地图进行了放大，在后方50公里左右的位置，一艘潜水艇正在水下高速航行着。这艘潜水艇呈水滴型，水下速度极快，正在飞速地向着我所在的方位靠近。能判定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并准备攻击了吗？已经侦测到了对方的火控雷达，并且鱼雷发射管已经打开，预计10秒钟之后将会发动进攻。10秒钟之后发动进攻，立刻做好反鱼雷准备，然后进行反击。那一枚画着鲨鱼头的巨大鱼雷发射了出来，看着那枚长度超过了8米的巨大鱼雷，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这玩意一看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大型战舰的。我拿出了黑伞，防备着万一小爱同学没拦截住，就用黑伞的绝对防御来抵挡。4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悉数射出，2枚一前一后直扑奔袭而来的鱼雷，剩下的2枚直扑远处的水滴型潜艇。1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击中了鱼雷，在水中发出了剧烈的爆炸，水花溅起了10米多高，而剩下的3枚也接近了潜艇。那艘潜艇也发现了射来的反潜导弹，面对反潜导弹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防御手段，只能看着反潜导弹击中自己的外壳，轰然爆炸。解决了。忽然发现，在一大片潜艇碎片之中，一艘怪模怪样的小船出现在了视线之中。这又是什么船？在3D 地图之上，一艘更小型的潜水艇从原本的潜艇残骸之中脱离了出来，随后以极快的速度向着我所在的方向冲了过来。地图旁边的参数上，那艘小型潜艇的速度直接飙升到了100节，堪比它之前发射的鱼雷，而且速度还在急速提升。把它给我打下来。明白。小爱同学立刻将2枚新装填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发射了出去。然而，那艘小型潜水艇越跑越快，而且还在头部冒出了大量的空气。这些空气在潜艇外面形成了一层空气空泡，无形中大大的降低了潜艇的阻力，提到了速度。一瞬间，潜艇的速度提升到了200多节。这已经不是在水下航行了，几乎是在水下飞行。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在对方将速度提升到200节后，不出意外的落空了。登陆，准备战斗。遵命。小爱同学立刻操控着车子返回了陆地上，并且将近防炮和激光武器都准备妥当，准备在陆地上迎头痛击的。而我则派出了不少自走机械，潜藏在各处比较昏暗的地方，等着打对方的冷枪。我刚刚布置妥当，那艘小型潜艇就开到了我所在的位置。有本事你上来啊！然而下一刻，我惊得差点掉了下巴。那艘小型潜艇居然从水中一跃而起，冲到了半空中，像是一条跃出水面的大鱼。要只是如此就算了，最让人惊愕的是，这艘小型潜艇居然在空中开始变身，
原本水滴形的外壳眨眼间裂解开来，不出5秒钟，那艘小型潜艇竟然变身成了一具6米多高的机甲。那机甲十分的灵活，甚至在空中来了个空翻，向着我的车子踩了下来。不需要我提醒，4门近防炮就一起开火了。金属组成的弹幕将整片区域封死起来，让对方根本无处可逃。密集的金属弹幕甚至打破了不少关节连接处，让电火花直冒。而我则趁机将车子推出去200多米，银灰色的机甲落在了地上，将地面踩出了一个巨大的凹陷。一面巨大的塔盾竖立在了他的面前，挡住了密集的金属风暴。机甲举着巨大的塔盾当作遮蔽物，猛地向着我冲了过来。等的就是现在。我眼睛微微眯起，按下了激光发射的按钮，一道拳头粗的激光射出，无坚不摧的光柱直接射穿了塔盾，同时也射穿了机甲的左胸口处。这一下虽然没有直接要了对方的命，但是机甲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，动作也变得不协调了。机甲忽然举起了自己的右臂，手臂上的手掌掉落，从里面伸出了一个黑洞洞的炮口，一发黑色的炮弹向着我急速射来。那炮弹上一连串金色符文闪烁，狗大货！我连忙让近防炮拦截。4门近防炮立刻射出弹幕，试图拦截那枚漆黑的炮弹，但是这炮弹上面的金色符文不断的闪烁，在炮弹外面裹挟了一层金色的罩衣，将所有的子弹都拦截在了外面。炮弹依旧畅通无阻的向着我飞了过来，真难缠。我抽出了黑伞，准备使用永恒守护来抵挡这枚炮弹。忽然从我胸口的位置冒出了一团白光，这团白光急速扩张，直接将车子囊括在了其中。那枚漆黑的炮弹一头撞在了白光上，黑色的炮弹轰然炸裂，我感觉眼前一阵的漆黑，面前呈现了一个直径1米的小型黑洞，周围的一切都被迅速席卷一空，像是被人用刀切割下去一块一样。然而白光所笼罩的区域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，甚至连灰尘都没飘起。